从1月12号到26号，印度和日本在日本百里空军基地举行突变守护者2023联合空战演习。那么，守护者是谁？假想敌又是谁？印度派出苏30 MKI 现场展示，并与日本空自所谓假想敌中队模拟对抗，谁会获益更多？印度出动包括加油机、运输机在内的庞大编队，不远万里跑到日本，成为美、澳、英、德之后第5个与日本举行双边联合空战演习的国家，又有什么企图？当地时间1月10号下午1时许，印度空军战机抵达日本。印军编队包括4架苏30 MKI 战斗机、2架 C-17运输机和1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。日本方面还为抵达的印度空军飞机举行了水门欢迎仪式，双方均在官方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。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出动4架 F-2战斗机和4架 F-15J 战斗机一道参演。日本航空自卫队组织了大批人员参观苏30 MKI 战斗机，把战斗机围得水泄不通，甚至日方人员还被允许进入驾驶座舱。印方则派驾驶员现场讲解。考虑到后续印日双方战机还将会有空战模拟对抗等演练，有网友担心，印度此举不但向日本飞行员曝光了苏30 MKI 战斗机的性能，还可以让日本通过类比法推断出中俄同类型战斗机的性能。作为俄罗斯来讲，每一型出口的战机都是根据用户和出口的需要进行过调整。特别是出口型战机与俄军自用的苏30战机呢，还会存在很大的差异，特别是在电子和火控的能力上，以及机载武器的匹配程度上。而如果是考虑到中国的苏30的话，实际上这种类推可能就更缺乏价值，因为中国的苏30系列呢，并不是中国航空兵的主力，而是中国航空兵呢这几年经过发展之后呢，我们的主力战机已经被国产的像歼10、歼20以及歼16这样的战机所取代。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，苏30 MKI 侧卫目前是印度空军的中流砥柱。印度27个战斗机中队中有11个部署了苏30 MKI， 还有另外几个中队在部署计划内。但有分析认为，苏30 MKI 战斗机看似非常现代化，却是一款名副其实的老机。第1架俄制苏30 MKI 战斗机在2002年交付印度空军，而印度自行组装的苏30 MKI 则于2004年服役。印方分批次共购买272架苏30 MKI， 其中50架直接从俄方购买原装货，另外222架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制造装配。印俄有关苏30 MKI 最近的一次增购
苏30 MKI 是一款多用途重型战机，机载武器有一门固定安装的30毫米机炮，12个外部挂点可以挂载8000千克的各种机载武器，包括 R77和 R27系列中程空空导弹，全向格斗的 R73近距空空导弹，KH-31A、KH-35空舰导弹和 KH-31P 反辐射导弹，KH-29系列和 KH-59ME空地导弹，布拉莫斯巡航导弹。S8和 S13火箭发射槽，以及多种航弹和集束炸弹。去年5月，印度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称，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机发射的增程型布拉莫斯导弹试射成功。印媒称，增程型的空射布拉莫斯射程从300千米升至450千米。印度希望通过这款导弹建立其战略空军。然而，苏30 MKI 自从诞生之日起，不但少有一飞冲天的高光时刻，反而一直与坠机事故牵扯不清。尤其是印度开始自己制造以后，2015年，印度空军一架苏30 MKI 战机坠毁，2名飞行员受伤。2018年，由俄罗斯设计、印度制造的苏30 MKI 重型战机在第一次试飞时坠毁，2名飞行员安全弹射出舱。而据印度媒体自己报道，苏30 MKI 至今已经坠毁了超过10架。从2014年，印度就开始抱怨苏30 MKI， 要求俄罗斯改进发动机。此后又指俄罗斯矢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达不到设计要求，但俄方则回应称是印度自己的制造和装配技术有问题。有报道称，印度的苏30 MKI 保有量虽然有240架，但真正能够投入使用的只有130架左右，还有近一半由于各种原因只能趴窝。更有分析指出，印度苏30 MKI 使用的俄制 N011雪豹无源相控阵火控雷达，实际探测距离仅有135千米，而不是400千米。其安装的 TKS-227数据链比枭龙战机要落后一代。实际上，尽管苏30 MKI 被认为一直在升级性能，但它毕竟是上世纪的技术了。现代空战是体系作战，如果雷达和数据链落后，恐怕难以支持高水平作战。目前，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在使用苏27以及发展型号战斗机，现役数量最多的首先是俄罗斯。苏30 MKI 战斗机是俄罗斯开发的平台，是苏30系列中装备规模最大的型号。俄罗斯在出口型的苏30 MKI 战斗机基础上，还开发出了苏30 SM 这款自用型号。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引进了苏27系列战斗机，如今在苏27战斗机的基础上，已经有了歼16系列和歼15系列战斗机的装备。其中，歼15系列战斗机是用于航空母舰的战斗部署。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-15J、DJ 战斗机经常和解放军有空中交锋，解放军通常使用苏30 MKK 和歼16战斗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任务。为此，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-15J、DJ 战斗机有交集。这次联合军演中，印度空军苏30 MKI 战斗机的出现，无疑给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个绝佳的机会，来了解苏霍伊设计局的产品。我个人认为，这种学习对于中俄的侧卫系列的机密呢，应该构不成什么威胁，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，我们对于自己的主战飞机的使用呢，都是根据现实的安全情况呢，以及近些年的形势的变化，有着更多的理解和突破。特别是中国，那么近些年随着实战化的这个军事训练的增加呢，总结出了很多新的战术运用方法，更多的摆脱了俄军的思想。所以我们这些新的本领是通过这种浅层的接触是无法学习的。